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可爱又迷人的前女友。真好，今天又是不做鸽子一天。上一集咱们说到真鱼和大眼仔的故事，这一集永泰跟真鱼抓鱼吃的时候，忽然回忆起了一个小姑娘，那个姑娘叫阿枣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杂耍屋里有一对父女，父亲以卖人鱼肉为生，他拿出带鱼尾的猴子摆在台上，声称人鱼肉可以包治百病，长生不老，是难得的灵方妙药。自己的小女儿就吃过，又让女儿在胳膊上划了一刀，伤口果然瞬间愈合了。人们看见如此疗效，争先恐后的购买。此时一位高僧路过，认出了台上的小女孩。吃过人鱼肉的人后来才发现自己被骗了，因为伤口根本没有愈合。女孩阿枣此时正在荒郊野外吃东西，她的面前是狗的尸体。高僧赶来对阿枣喊道：成佛吧！吓得阿枣惊叫出声，正好被休息的永泰听见了。高僧砍断了阿枣的手臂，正想用法杖之时，永泰阻止了他，高僧摔晕了过去。永泰赶紧带着阿枣回到家里，阿枣的父亲十分担心，他帮阿枣接上胳膊，还要送永泰一袋人鱼肉作为答谢。永泰知道他做的是骗人的买卖，枣爹却说他只是在卖长生不老的美梦而已。永泰发现阿枣的手臂说接就接，他惊奇不已，以为阿枣也是吃了人鱼肉，因为他就是吃了人鱼肉活了120年。阿枣给永泰展示的人鱼像猴子带着鱼的尾巴，是个10乘10的冒牌货。枣爹透露阿枣没有吃过人鱼肉。晚上休息的时候，永泰心中疑惑重重，还没睡着就被忽然醒过来的阿枣咬了一口。永泰只好先行离开，出门就偶遇了上次的高僧。高僧说起了一个故事，数十年前战火纷飞，他偶然遇到了一个抱着小孩尸骨的男人，十分可怜，于是他将尸骨拼凑成人的模样，使用返魂秘术和庙里祖传的人鱼胆复活了那个女孩。女孩复活之后就一直抓动物，袭击战后的士兵，然后吃他们的胆。高僧觉得事情不妙，准备将女孩变回尸骨时，男人就带着女孩失踪了。那个女孩就是阿枣。阿枣本就不是属于这个世间的人，而猴身鱼尾的生物是枣爹使用半生不熟的返魂术，将猴身和鱼尾的尸骨拼接返魂而成的。枣爹这一路上返魂了不少尸骨，都活得不久，只有阿枣几十年了，依然鲜活如初，应该是人鱼胆的原因。第二天，永泰悄悄来看阿枣的表演。阿枣说自己昨晚咬永泰是想尝尝他这个长生不老的胆是什么味道。此时的枣爹正准备用返魂术复活一个富家公主，阿枣知道自己也是由一具枯骨而来，不禁问枣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枣爹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，因为无论以什么形态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阿枣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假人鱼已经变回枯骨，他埋葬了假人鱼，并将事情告诉了永泰。自打苏醒以后，阿枣就忘记了所有事情，即使父亲老死，他仍然会独自活着，所以不如陪着孤单的永泰一起离开。永泰想起昨晚高僧的话，一定不能让阿枣存在这个世上，所以高僧准备净身7天恢复法力，将阿枣变回尸骨，只有成佛才是他的幸福。永泰看着阿枣对未来充满希冀的样子，决定在今天这个第7天带着阿枣赶紧离开。阿枣要跟父亲告别之后再走，但是枣爹早已偷听到了这一切，他骗永泰阿枣在山上等他，然后一击打倒了永泰。其实他根本不想阿枣离开，甚至想掏永泰的胆给富家公主返魂。也许永泰这个长生不老的胆能创造出跟阿枣一样长生不老的公主。另一边回去找父亲的阿枣被高僧抓了个正着，高僧用法力强行取出阿枣体内的人鱼胆，阿枣情急之下拔出刀砍断了高僧的一条手臂。当他逃上山找父亲的时候，看见的是父亲想取永泰胆的情景。阿枣直接将快成型的公主毁掉了，他哭喊着告诉枣爹不要再唤醒任何人了，也不要再伤害永泰了，因为他跟永泰是同一种人。枣爹看见阿枣肚子上的伤口，知道他已经失去了胆，马上就要变回白骨了。他告诉阿枣不要怕，两个人会一直在一起的。然后就在永泰追过来时，抱着阿枣跳下了悬崖。永泰在山谷里找到了阿枣，枣爹已经死了。跳崖并不会让阿枣死，但是失去了胆的阿枣还是在永泰的怀里变成了白骨，直到临死前他还是想跟着永泰一起离开。阿枣的故事结束了，永泰看着眼前真鱼的脸，满足的笑了。这期看完之后，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，男主到底跟多少个姑娘有过故事？其实这期的故事真的是挺虐心的，父亲对孩子的爱让孩子重生，然后又因为爱想陪着女儿一起死。他欺骗大家买人鱼肉，说是自己在卖一个长生的美梦，真正长生不老的永泰却在想办法变回普通人。一个不属于人间的女孩留恋着人间的人和事，她不想再有跟她一样的女孩复生，因为只有她知道其中的苦涩和孤独。直到最后，她还是没有机会跟永泰离开，悲伤中透着无奈。我是你们酷酷的前女友，喜欢我就关注我吧，点赞、硬币加收藏，不收藏怎么占有这个前女友啊？比心心。